我是好久没回家看我妈的张大宝。以前每次送我妈花呢，她总要叨叨你买这玩意儿干啥，又不能吃又不能喝的。所以这回母亲节呢，我就做一个从里到外都能吃到漂亮花盒，这次总不能说我浪费了吧。其实本来呢，我这个视频打算母亲节发的，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吧，拖到现在才发。反正粉丝这么少，又没有人催更，剪视频不如跳舞。今天这个甜点吧，我估计大部分人都学不会，但是呢，我还是来演示一下我是怎么做的。首先还是先从塔皮做起。这是一个加了可可粉用乳化法制作的很简单的一个塔皮甜面团，把室温软化的黄油和糖一起打发，然后加入鸡蛋，再把过了筛的干性材料翻拌进去就好了。做好之后的面团呢，在2片油脂之间擀开，冷藏半个小时之后呢，擀到大概2毫米的厚度。切出塔边塔底之后呢，放进模具里。因为没有买到我想要大小的塔模，所以我这里用的是慕斯圈。我个人觉得慕斯圈是最值得投资的一种模具，不管是烤蛋糕啊、做慕斯啊、切饼干啊，还是这样做塔，都是可以用的。可以说是抠门美食博主必备啦。做好以后呢，在底部扎一些小孔，冷冻了之后压上豆子去烤，烤个7、8分钟之后呢，去掉豆子再烤个7、8分钟，差不多啦。冷却脱模以后呢，拿皮切刀把边缘给它整理的更整齐一些，然后再拿融化的巧克力给它里外刷上一圈，这样一方面呢是防止馅料反潮，另一方面味道也好，而且方便做出质感。第一层巧克力干差不多以后呢，用这样的小刷子刷出纹路来，然后呢用白巧克力、黑巧克力各重复几遍之后呢，差不多就做成了这样木制品的质感。哎，这年头不会做点手工，好像都不好意思在美食区混。接下来就是巧克力蛋糕喽，冰箱里还剩着不少蛋糕胚呢，再这么拍下去，总有一天我的拉链门和冰箱门总有一个要关不上啊。这次就少做一点吧，还是采用乳化法，把黄油和糖打发，加入鸡蛋，这一步和前面做塔皮是一样的。剩下的干性材料和液体材料分几次交替加入，搅拌均匀，然后倒进模具里，160度烤14、15分钟左右，冷却后切成想要的大小备用。我提前一天准备好了打发甘纳许作为加馅儿，做法呢这里就不说了，你就把它理解成加成型淡奶油就可以了。它和淡奶油的打发过程是差不多的，但是你不需要再额外放糖了。打发好了之后呢，冷藏备用。它的承重性比较好，等会儿放豆沙花的时候呢，比较不容易塌下去。接着呢，我们来调一些豆沙。我们在豆沙里放上淡奶油以及玫瑰水，把它调开，再调成自己想要的颜色之后，就可以开始裱花啦。我比较懒得换裱花口，我就直接用这个转换头呢，给它打一个圆锥形的桩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花瓣加上去，只加1层呢，它就是花骨朵；然后加到2到3层呢，它就是一朵小玫瑰；第4层的话，就是相对大一点的这个玫瑰了。然后准备好这3种不同颜色的玫瑰。为什么是玫瑰花呢？因为韩式裱花实在不是我擅长的领域，也好久没练了，这是我唯一勉强能拿得出手的花型了。然后把这些浇花放到冰箱里去冷冻。接下来呢，就是今天提升逼格的关键——玻璃糖罩。在空盆上蒙2层保鲜膜，一定要蒙紧了，然后把所有的东西都扔进锅里面一起煮。很多人煮糖的时候，他就喜欢在那瞎搅，我跟你们说，千万别搅，你搅了它就起泡又结晶。让它自个儿煮到140度就行了，糊不了。然后离火，这个时候呢，它余温还会继续加热，差不多会加热到150度左右，冷却到120度左右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操作了。在保鲜膜上滴1勺糖浆，慢慢的往下压你的慕斯圈，等它鼓起一个大包之后，保持住啊，千万别松手，你一松手它就回缩了。哎呀妈，我的手都快没知觉了。看是不是很简单？好，然后咱们就来轻轻松松的脱个膜。人家张爱玲那是什么？1恨海棠无香，2恨嗜鱼多刺儿，3恨红楼未完。我这是什么？1恨中年秃头，2恨中年发福，3恨手残。为什么要学烘焙？总之呢，为了防止我再度手残，我又做了很多个，我现在已经感觉不到我自己的手了。真的，烘焙它真的是一项健身运动。选了一个最周正的，然后把这个祖宗给它供起来。至于用不到的那几个嘛，你们等着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。然后呢，把翻糖擀开，用翻糖做好用来围边的蝴蝶结和丝带。这个颜色跟质感真的超像大卷儿。最后就是组装啦，在塔底放上一些玫瑰酱，然后放上这个巧克力蛋糕，然后再加一点奶油，把它差不多抹平。把刚刚挤好的花呢放上去，在边缘补上一些叶子。最后是玻璃罩和翻糖丝带。你说这是永生花，我倒信，嘿嘿。大功告成以后，咱们现在来秋后算账。剩下的糖片不要丢，晚上冻锅红烧肉，隔壁小孩都馋哭了。香浓的玫瑰配上浓郁厚重的巧克力，非常的温柔优雅。不过我觉得吧，我妈肯定还是觉得这个太过花里胡哨，华而不实。但是我还是希望她有的时候能够挣脱这个琐碎的生活呢，去看一看诗和远方，不用做谁的妻子谁的妈妈，去做一下自己。好的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我是张大宝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